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白鹿機場返程遭私生跟車騷擾，情緒失控背後是誰在縱容瘋狂？2月26日，據北青娛見消息，演員白鹿在從機場返回住所途中遭遇私生非法跟車。視頻中可以看到，他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將車停靠路邊，下車試圖抓人，卻未能成功，只得返回車內。離開前，他情緒明顯波動，憤怒地甩了一下圍巾。畫面並不長，卻足夠刺眼。那不是綜藝橋段，不是影視劇橋段，而是一個正在私人行程中的藝人被逼到必須下車面對危險源的真實場景。隨後，白鹿工作室白鹿資訊站發布嚴正聲明，指出藝人在私人行程期間遭遇非法跟車、跟蹤、偷拍等惡性私生行為，嚴重侵犯隱私權與人身安全，同時對道路交通安全構成重大隱患。工作室表示強烈譴責，並將保留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要求涉事人員立即停止侵權行為，並刪除非法影像資料。聲明冷靜克制，但字裡行間是一種長期被逼到極限的無奈。一次失控，其實是無數次忍耐的疊加。白鹿，本名白夢妍，1994年9月23日出生。2016年，她因出演路虎單曲《留言》MV 女主角進入大眾視野。隨後從鳳求凰烈火軍校到周生如故寧安如夢，一步步積累作品與人氣。在公眾印象裡，她是明豔的、開朗的、綜藝感很強的女演員。社交平台上，她常常自嘲、玩梗，和粉絲互動輕鬆自然。但鏡頭之外，她首先是一個普通人。所謂私生飯，是網絡用語，指通過跟蹤、偷拍、非法獲取行程等方式侵犯明星隱私的極端粉絲群體。他們往往以喜歡為名，卻以騷擾為實。機場堵人、酒店蹲點、車輛尾隨，甚至侵入私人住宅周邊。這些行為被某些人美化成愛的瘋狂，可本質就是違法。很多人只看到白鹿下車抓人的一瞬間，卻忽略了更關鍵的事實：一個女性在道路上面對不明車輛尾隨時，心理壓力究竟有多大？跟車不是追星，是危險駕駛。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遺憾的是，這樣的新聞在娛樂圈並不罕見。多位藝人都曾公開控訴私生問題。有人被闖入酒店房間，有人被安裝定位器，有人甚至被跟蹤至家門口。私生行為有幾個典型特徵：第一，非法獲取航班與私人行程信息；第二，長時間尾隨車輛拍攝；第三，通過偷拍視頻博取流量或販賣素材。當這些行為與短視頻平台的流量機制結合，就形成了一條灰色鏈條。偷拍視頻能帶來點擊，點擊帶來收益，收益刺激更多人鋌而走險。於是，原本應該被譴責的行為，被某些賬號包裝成第一視角偶遇獨家近距離，評論區甚至有人興奮地留言。這種圍觀式縱容，才是真正的推手。白鹿的憤怒，某種程度上是代替所有人發聲。視頻中他猛甩圍巾的動作，被不少網友解讀為情緒失控。可換個角度想，一個人在被尾隨的情況下，理應保持微笑嗎？情緒不是失控，是本能反應。公眾人物的職業是表演，不是忍耐。他的工作是拍戲，是出席活動，是完成合約，不是成為被監視的對象。當藝人連回家的路都要被拍攝，當私人行程被曝光成粉絲福利，那條邊界線早就被踩爛。白鹿工作室在聲明中強調道路交通安全隱患，這不是危言聳聽。高速尾隨、緊急變道、近距離跟拍，一旦發生事故，後果無法想象。
喜歡一個人，不該以讓他恐懼為代價。法律與道德的雙重底線。從法律層面看，非法跟蹤、偷拍、傳播影像都可能涉及侵犯隱私權、肖像權，甚至違反治安管理條例。但更難的是取證與持續追責。私生行為往往發生在流動場景，偷拍視頻快速擴散，刪除與追蹤難度極大。因此，很多藝人選擇沉默，或者只能通過工作室發布聲明震懾。可聲明的作用有限，真正有效的是公眾態度的轉變。當偷拍視頻沒有市場，當圍觀者不再轉發，當平台加強審核與封禁，私生行為才會失去土壤。從周生如故到現實困局。在周生如故中，白鹿飾演的時宜溫柔克制，為愛隱忍，那是劇本賦予角色的宿命。現實生活裡，她不需要隱忍。演員可以演苦情戲，但不能被迫承受苦情人生。從鳳求凰的靈動，到烈火軍校的英氣，再到寧安如夢的複雜層次，她的成長軌跡本該是作品討論的焦點，如今卻被私生搶走版面。這種荒謬本身就說明問題。粉絲文化需要降溫，理性追星並不丟臉。買票看劇，支持作品，在線上表達喜歡，都在合理範圍內。問題出在佔有欲式追星。有些人把明星當成私人財產，認為既然喜歡，就有權知道一切。這種邏輯放在現實生活中同樣荒唐。你喜歡鄰居，就能闖進他家嗎？明星的職業公開，但生活不公開。白鹿事件再次提醒大眾，粉絲文化如果失去邊界，會反噬整個行業。平台與監管的責任，除了個體自律，平台也應承擔責任。偷拍視頻的傳播離不開平台流量分發。如果審核機制更加嚴格，對涉嫌侵犯隱私的內容快速下架並封號，私生行為的收益就會降低。監管部門近年來也在加強對網絡暴力與隱私侵權的治理，但執行仍需持續。法律威懾必須真正落地。回到那個甩圍巾的瞬間，很多人把那一幕當成情緒化的名場面。可如果把畫面放慢，你會看到一種複雜的混合情緒：憤怒、無奈、疲憊。那不是表演，是人。白鹿從2016年出道至今10年時間，從新人到當紅女演員。人氣意味着關注，但關注不等於監視。一個行業的成熟，不是看流量有多高，而是看是否尊重基本的人身邊界。結語：喜歡不該成為侵犯的理由。白鹿工作室已經明確表態，將保留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這是必要的姿態。更重要的是公眾態度。當我們轉發偷拍視頻時，其實也在參與傷害。當我們為近距離素材點讚時，其實在鼓勵下一次尾隨。追星本應是快樂的事，而不是讓偶像提心吊膽。白鹿那一甩圍巾，不只是憤怒的動作，更像是一種無聲的抗議。或許有一天，明星下車不是為了抓人，而是為了透口氣，那一天才算真正文明了一點。